来看中美生死局，德州机器人抢饭碗，特朗普的50万岗位承诺终成泡沫。说好的制造业回流，德州炼油厂机器人上岗，蓝领兄弟们集体变灵活就业，188家企业破产创纪录，比抖音倒闭潮还猛，连红脖子都急眼了。说好的50万岗位呢？你搁这玩模拟人生呢？德州炼油厂全用机器人，打算派俺们去当赛博牛仔吗？于是全球开始玩起了新花样，世界减一战略，就是大家做全球生意的时候都开始美除外。同志们，你们是否好奇，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美国总统，面对低迷的国调、频频加码的关税跟科技战，他究竟在打什么算盘？更重要的是这场跨越国界的博弈究竟会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友记，我是大赵。看美利坚那位金发大统领，前脚在推特上把关税调得比华尔街的股票还高，后脚又像川剧变脸似的嚷嚷着减税50%起跳。这波操作活脱脱就是庄子曾经约过的昔者庄周为蝴蝶，栩栩然蝴蝶也，让人分不清到底是关税在飞，还是特朗普在梦里追蝴蝶。2025年第一季度美国民调满意度跌破了44%，创近年新低，在历史上几乎垫底。连他最拿手的搞贸的生意也难以掩盖选民们的不满。这个时候的川普就像一位失去部下信任的将军，急需要稳固内部，重塑威望。你恨不能让我们士兵白白枉死。话说你有张良计，我有过墙梯。中国祭出3把利剑，刺穿关税铁幕。当美国还在算汇率呢，中国却悄悄在做3件事。第一，技术突围，经贸战变成了科技加速器。广州工厂的 AI 机器人成了秘密武器。工信部新政，机械、汽车、电力装备3大行业革命，华为突然公开量子芯片产线。第二，市场重构，改写全球贸易版图，东盟自贸区3.0版实质性落地。金砖国家也不闲着，组建起了反关税联盟，中东土豪狂扫中国新能源车。第三，制度博弈，用规则打败规则。WTO 起诉稀土管制、不可靠的实体清单组合拳，加上海关总署的关税豁免白名单，精准打击。林毅夫金句航母经济体不怕风浪。这套组合拳效果有多恐怖？一季度 GDP 增长5.4%，啪啪打脸唱衰论。广交会参展商的数量破历史记录。更有意思的是美国自己人都在叛变，12个州集体起诉政府。前财长萨默斯警告200万人失业。再看全球变局，新冷战还是新秩序？关税战正在重塑地球。美国的困兽之斗，连最忠诚的小弟日本都站出来硬刚特朗普，识破冒称关税是国难。欧盟开启了备胎方案，数字欧元结算系统加速中国的破圈之路，加上越南航线转头来订 C919，拉美农产品直通专列。泰国也祭出了5招求生术。新加坡总理吐槽，美国服务贸易顺差被吃了吗？当特朗普还在纠结什么50%还是65%的关税呢，人真正的历史转折已经发生了。2025年4月，全球第一次出现去美元化国家超过了60个，金砖银行放贷量第一次超过了世界银行。这不仅是关税战，更是旧秩序的葬礼。再看关税战对经济与民生的影响。一，企业唱衰，从利润收割机变成了预算绞肉机。美国企业这波是走过最长的路，是特朗普的回旋加税路。你看从宝洁、百事到炸玉米卷，这财报一出全是哎呀妈呀，我们不行了，顶不住了，顶不住了。这成本上升如黄河之水天上来，消费者信心却像长江之水东流去。高层们开电话会一个比一个阴沉，连 recession 经济衰退这个词都从3%提到了44%的提及率，秒变集体口头禅。正如庄子所言
行不可以，神不可伤。这些公司啊，现在是形神俱疲呀。第二，百姓买单，羊毛出在民众身上，刀片还在自己手里。你以为关税战是国家在打？错了，老百姓啊才是那个被友情征税的主角。这生活成本啊蹭蹭的往上涨，洗发水、牛奶，连个薯条啊都变得贵飒飒的。宝洁 CEO 自己都说了，消费者观望中，这其实高级说法，说白了就是大家都不敢花钱。Chipotle 老板也在直言，来吃饭的人少，不是大家不饿，是钱包不允许。而咱们可怜的美国农民朋友们更是连年亏损，如今又被征上了一刀关税，感觉快把玉米地换成空地，还挣个毛啊！子曾经曰过，民不聊生，社稷合力。这关税战打到这一步，连孔子都得扶额摇头啊。3. 供应链地震，货没走，链先断。你以为这只是中美之间的事儿吗 ？No， 整个地球也都跟着抖了3抖。德国货代Ham Holling 说，有30%从中国发往美国的货物直接被取消。中国出口商一边飞去越南建厂，美国采购员一边去墨西哥淘宝。这一顿操作可以叫做地球绕着关税跑，但短期混乱，长期重组，全球的供应链在发生去美国化的静悄悄革命，简直就像移山填海，只不过这次是用关税填。4. 国际火药味，别人家的协议像春运抢票，特朗普搞了个90天缓冲，等于全球开始玩抢签协议大赛。欧盟27国抢着说，我这边多买点牛肉，那飞机那边就别加我的税哈。各国的贸易代表团日夜兼程，签字签到手抽筋，生怕下一波加征轮到了自己。而股市呢，就像坐过山车一样，看见要降税就猛涨，第二天可能不降又猛跌。这哪里是华尔街简直就是心脏病测试场。这场你来我往的外交角力表面上像是隔空喊话，实则暗藏乾坤，处处玄机。用一句庄子的话说，道隐于小城，言隐于荣华。真相藏于繁花表象之后。再看面对特朗普的关税大棒，中国5张牌在手，稳如老僧入定，堪称老子是从容，不愿打但不怕打。不是我佛系是咱有牌。来，咱们掰着手指头数一数。1. 减少对美依赖，中国产品的客户早已不止美国，小伙伴们早已遍布了全球。优化全球供应链，早在疫情那会儿，中国就开始布局多点开花，不再让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再看科技上的突围华为你不让卖，行，我们自己造。中方是美债头号债主，一旦动摇，美财政直接心跳过速。再看稀土战略资源，可以说谁拿着你的手机，谁就离不开中国的稀土。是不是有点像孙子兵法里那句善战者胜于易战者也。老早就知道你要打，所以我们早就布好局了。美国手里只剩一个消费市场。再看美利坚这边，它的手牌还真不多，最大一张写着老子有钱，消费市场最大。但问题来了，你今天加税，明天减税，后天上调再下调，企业订单都打转了，谁还敢订长单呢？于是全球开始玩起了新花样，世界减一战略。这什么是减一战略？就是大家做全球生意的时候都开始美除外。这有点像朋友圈聚餐咱们都来但是别叫那老特丫最近情绪不稳定，别伤着咱。至于谈判，那就得看谁更像诸葛亮了。最近财政部长放风，145%的税太高了，搞不动了，咱要不谈谈？白宫甚至放出消息考虑降到50%，但别误会他们绝不会单方面取消，这不是妥协是套路。这就好比诸葛亮的空城计，一边抚琴，一边喊着你来打我呀，其实是怕你真打进来，这就叫做以退为进。而中国这边态度依旧稳如泰山，你想谈，先拿出点诚意来，没有糖衣炮弹，也没有情绪化的回应，只有一个原则，对等、公平，不吃亏。再看国际视角，谁在高处
看破不说破，别以为全世界都在吃瓜看戏。国际媒体们这回可都是照着显微镜在看这场博弈。诺奖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直接开怼，这仗特朗普打不赢。世界是平等的作者弗里德曼也补刀，长期打下去对美国是慢性自残。你看美国农民没订单，企业叫苦连天，物价暴涨，消费者钱包比脸都瘦，就算是沃尔玛也挡不住一包薯片涨到$6。而中国这边继续搞产业升级、内部消费、科技创新、外贸换挡，一边默默蓄力，一边淡定应对。这种气质咱老祖宗早就总结过一句话：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，非淡泊无以明志。没错，中国这是在走耐力赛，不跟你比爆发力。这场关税战，企业是主战场，百姓是火线，全球供应链是弹药库，股市是温度计，而我们既是旁观者，又是买单人。韩非子曰过：国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天。如今这天若常常被关税所遮蔽，那我们要学会擦亮眼睛，看清本质。金发推文筑城墙，结书百叶染秋霜。美股翻作过山车，民调跌破水银梁。蝴蝶庄周迷关税，川剧变脸戏无常。谁家铁木追新月，且看风云跌八荒。感谢各位家人们跟大招一起打老友记，燃烧青春的热血。下期我们继续用前瞻视角拆穿迷雾，看透世界。下期再见。